欢迎收看关键时刻，我是庄道和。我们常说川普他口了，没想到这个他口现在被华尔街认为它是一个重大的讯号。为什么会这样讲？今天《华尔街日报》这个标题完全把这件事情说得白了。他说他口交易如何从华尔街的玩笑变成真正的摇钱树。为什么要说摇钱树？因为他说包括了标普500指数表现里面最好的10个交易日当中，其中有9个都跟川普的言论之后而改变的。当股市上涨的时候，川普就有底气，有底气之后，就是他敌人要遭殃的时候。你看到他今天马上先开了第一枪，他跟所有全世界人讲说，向伊朗供应武器的国家，你会立即受罚，受罚多少？我要加征你关税50%。所以他不仅是在施压伊朗，而且冲着就是中俄两国，尤其是针对中国，而且针对中国的当下之后，他又突然说了什么？来吧，大家一起发大财吧！谈着谈着，你现在看到所有画面，竟然以色列直接轰爆了黎巴嫩，直接把伊朗旁边的盟友通通给轰爆了。短短10分钟的时间，竟然有100个真主党的指挥中心都不见了，甚至还取消伊朗革命卫队在国外家人的绿卡，这就是黑道常用的掳走妻小来压迫了。而且我出手就会像电影《教父》里面的台词一样，我会给他一个无法拒绝的条件。好，我们现在介绍今天的来宾。第一位，财经专家黄世聪，大家好；时事评论员张宇轩，好；资深媒体人姚慧珍，大家好；教育专家林廷辉，大家好；台湾市议员黄敬平，大家平安。好，最后也是资深媒体人吴正峰，大家好。好，稍后还有资深媒体人吕国珍会加入我们的讨论当中。宋哥，我只能说，我跑社会大概12年的时间，我越看越觉得川普他真的是跟黑道一样。黑道是怎么样？我今天不太爽，我就跟你干。我就跟你干，干完之后我就来跟你谈，谈完之后，我有其他的方法，趁在谈的时候，我再捅你一下，我甚至把你旁边的势力我也都捅一下，我让你没有选择。没错，黑道的这个作为就是说，没有任何规则，反正只要我能够赢就好，这就是黑道的规则。所以你看伊朗这样，伊朗也是跟你打谈啊，打的时候，他谈的时候他也去打别人啊，对。但是美国也是一样，美国也是用这样的方式，跟美国呢用的招更加全面。他要用什么招呢？他现在不止我要对付你，我要对付你周边的兄弟。你看他马上就说什么，你跟伊朗供应武器的国家立刻受罚，受罚50%可高的嘞。对，而且没有任何例外或豁免哦。那你想到这50%对谁？当然对老共啊。对俄罗斯是几乎没有，俄罗斯没有在出口在美国的，没有跟美国，所以他就针对中国。但为什么针对中国？我只要你要别啊，老大是中国嘛，我先对你老大动手嘛，哈。那紧接下来什么？我们都说罪不及妻女，但是他现在没有来这一套。你的过去那个伊朗高官在美国的有 V 卡、绿卡了，我给你驱逐啊！赫格塞斯就说这样，我们美国只有动用不到10%的军力哦。那川普总统本可以在短时间以内瘫痪整个伊朗的经济哦。但他选择了仁慈，还在催他说他是仁慈的。对，所以你知道他就用这样的方式嘛，哈。那我跟他讲，那到底现在要怎么继续下去呢？我跟他讲，因为昨天呢，美国股市大涨之后呢，我跟他讲，川普有可能又会强硬。对，因为什么？因为川普最在意股市。你为什么他会在这一阵子进行 tackle？ 因为股市跌到相对低点，再跌下去完蛋了，所以他这时候选择 tackle， 让美国股市大涨起来之后，他就更有底气了，所以你就按照这样去看就知道。但是我就跟他讲。黑道最后要怎么样？让你提出让你无法拒绝的条件嘛？对，这不是就是《教父》里面讲出来的经典台词吗？钟哥，现在黑道的第一步是什么？我要跟你谈判，我先把你小老弟给解决掉。太可怕！你看到那个画面，以色列10分钟是把100个真主党的指挥中心都歼灭掉，这代表什么？怎么可能10分钟打100个？早就想好了，没错，这是什么意思呢？好，我们现在表面上美国跟伊朗在谈判，对不对？好，要停火，但是问题是，就如同你刚才讲的，小弟没有要停火啦，对，以色列就马上开始加码了，在轰这个黎巴嫩。你看，黎巴嫩真主党被轰到烂了，你看10分钟之内，他炸了大概上百个这个地点左右，你看。贝鲁特，你去看贝鲁特的整个市中心，对，都是这样黄烟滚起来，黑烟滚起来。为什么？因为马上他们就不断的轰。他就说：“你看，我们这个以色列自己讲了，我们对黎巴嫩各地数百名真主党的武装分子还有指挥中心发动突袭，出动50架次的这个战斗机，投入160颗的这个炸弹。这是从这个呼叫机 BB Call 事件以来最大规模的一次的袭击动作。所以这样炸。”
炸，然后看炸，你看到处都是全境100个地方，对，全部都是这个荒烟蔓，就是被炸成荒烟蔓草。而且你现在看到什么？这个画面并不是是其他地方是一个接一个是连环爆，对，是在短10分钟之内可以这样子炸的，对，而且你可以看到这个画面是什么？是这个所谓的黎巴嫩人在车上，他吓死，是，在我前面爆炸，下一刻会不会就炸到我这？结果我没有想到什么，精准打击，女儿竟然去安慰妈妈，没什么样啊，她不会打到我们这里来的。这表什么？以色列打的每一个地方，对，都超级准的。对他们说精准打击这个，因为他们的目标就是真主党嘛，所以他没有必要去伤及其他的民众，就这样不断的手术刀式的这个精准打击。好，那除了这个之外来说的话，你看伊朗的拉万岛的炼油厂居然被炸，为什么被炸呢？因为很简单，因为这是这个阿联酋的空军的这个幻象2009型的战斗机来到这个地方炸你啊，所以你看阿联酋居然也来炸你，对，所以阿联酋，为什么阿联酋能够炸？你要记得哦。这次的停战是美国跟伊朗，我们阿联酋可没有说停火哦，就是外媒报道的，真的他拍到了，这个阿联酋的幻象两间是真的杀过去了，没错，这是欧洲、土耳其他们方面的这个报道，所以你看，显然啊，美国是没有动手，但你看他叫他小弟，你别那行啊，那就赶快吐他2刀。那除了这个之外，我们就说嘛，美国又耍了最狠的一招，你看卢比欧说什么？我们找到了苏雷曼尼的这个外甥女的这个哈米德，跟他的女儿是持有绿卡的美国人，然后过着糜烂的生活。你看这招很狠嘛？因为为什么？因为苏莱曼尼之前被这个川普这个进行精准斩首了，他是地位非常高啊，很多伊朗人都把他视为是天神一样地位。就美国就跟他说，我们他的子女啊，就这个苏莱曼尼的这个子女米哈德，还有他的女儿啊。他女儿，他们2个根本都是美国人啊，拿着美国绿卡，过着糜烂的生活啊。然后你看，过了没多久之后，他就说，卢比欧就撤销了跟伊朗恐怖政权有关的外国公民的户口，就把他们2个绿卡撤销掉了。而且他们真的过得非常非常好。对啊，你看什么？他穿这个是 LV 的。对啊。那伊朗人，我们才说里亚尔快要惨了。他过这种奢华的生活，你随便看也知道。你看他这个胸前的这个项链，就是梵克雅宝的项链嘛 ，LV 的这个衣服嘛，那都是名牌啊。所以他连后面的抱枕都是爱马仕，对啊，看错啊。所以就是他们过了奢华生活。你看美国还故意跟他讲，他们是持有绿卡的外国人、美国人，然后他们还过了糜烂的生活。那他女儿也是一样，他女儿25岁的这个莎琳娜莎达，她常常坐的这个私人飞机啊。乘坐这个游艇，还坐日光浴，然后还在著名的音乐地跳舞，在迈阿密、阿拉斯加、拉斯维加斯游玩，然后留下这个饮酒狂欢、穿着比基尼或是性感洋装的画面。对，你为什么能穿性感洋装？那你为什么这个伊朗人不行？对，所以他就是用这样方式打击他们这些人。另外一个，前一阵子我们不是就说吗？拉里贾尼，被称为叫做什么？这个诸葛亮在世的他也被空袭死亡之后，就没想到就说什么？她的女儿啊，还有她的丈夫啊，他们原本的这个合法身份遭到取消，就原本他们是美国的这个身份，对，就他们现在被迫离开美国，而且禁止再次入境。所以你看，他们把拉里贾尼还有这个苏雷曼尼他们的儿子、女儿或者是子女，你不喜欢 B 够了，把你赶走。而且我觉得这件事情最可怕的事情是什么？我们都知道苏莱曼尼跟拉里贾尼已经死了，对。但是这个是什么？这是一个大讯号，对。他在跟所有的伊朗的高层，甚至跟革命卫队讲，你还有多少的儿女，你还有多少孙女、孙子都在国外，对，你也要一样的下场吗？除了这样之外，主帅当然也要出来跟你谈判。主帅的话，绝对态度要强硬。你看他说什么？哎呀，如果战争要开打的话，而且我们如果伊朗没办法遵守真正的停火协议的话，那么战争即将开打，对，而且规模更大，力道更强，前所未见。所有美国的船舰、飞机，还有军人，以及额外的弹药、武器、装备，都将继续驻扎在伊朗境内，直到伊朗遵守协议为止。什么意思呢？我大炮还有我的枪支都放在桌上。你搞好，我搞供哦。你如果没有办法做成的，我随时可以开枪把你毙掉，就是这个意思。好，那另外一个部分来说，你看美国还说什么啊？他还威胁他说我们美国会跟伊朗合作啊，对不对？然后挖掘还有清除所有深埋地下的所谓的核尘埃，核尘埃就是那些核子的相关东西。他说我们是用 B2 轰炸机把你炸所以他还不忘提醒你，我用 B2 轰炸机，我在唤醒你最惨痛的记忆。对，我还有 B2 轰炸机那个 B2 让你们下面的地下碉堡都毁光了。对，我必要的时候我还可以出动它的意思
那这些核设施目前和过去一样，一直处于严密的卫星监控之下哦。我们太空部队在那边看哦，所以他跟你讲，我还有太空部队在看着你哦。我当然我看着你的核设施，我可以看着你的所有部队哦。所以简单的跟你说，立芒许梅亚诺，我在看着你，你什么都没有办法动。好，那你总是要提出一个让人无法接受的条件嘛。他说啊，好啦。我们考虑用合资的方式来进行什么呢？进行荷姆兹海峡的收费。所以你一说刚刚前面的，不管是炸黎巴嫩，不管是坠击妻女，把你妻女掳了起来，甚至说你在闹的话，我的大军就压了进来。对，他要谈的是什么？我们来谈合资。当然，我们过来赚钱。是，就跟我们刚刚在讲这个电影《教父》里的话，对，讲那么多。我提出一个让你无法拒绝的条件，你只能跟我赚钱了。所以你看，媒体就传出来，这媒体就说，川普考虑跟伊朗就荷姆斯海峡通行费进行合资嘛。对，那这个是什么？这是他跟记者讲的，记者也证实哦，川普直接这样说，他说我要投资一家合资企业，对，然后可以收取通行费哦，是吧？就是荷姆斯海峡来说，阿曼跟这个伊朗你们收钱，美国是负责保险。你要保险跟我美国保险嘛，我美国确保你一切 OK 嘛，所以已经有商业模式。对，所以他如果拒绝的话，完蛋了。对，继续被炸，是继续被杀。对，我在那边的美军，我的船舰就会出来攻击你，就这么简单。好，那我跟他讲，实际上这个黑道在谈判的过程里面来说，除了就是继续跟你谈判之外，另外一个黑道的这个个性是有仇必报。对，对不对？那现在有仇必报是对谁？你看第一个。他现在已经针对中国在出招了嘛？对，中国你在后面资助这个伊朗，我不知道哦。我现在给你科50%的关税了哈。那除了这个所谓这个中国之外，他现在对北约非常不爽。那北约这几天的时候呢，吕特就北约的秘书长去拜访了川普。那拜访川普之后，听说他们两个原本呢会后要记者会，就川普不愿意跟他开记者会，没送啊。那听说现在怎样？他说他对北约非常失望。他不愿在伊朗问题上面支持美国，是有北约一个永远无法抹去的污点。对，他甚至还说什么，北约在我们需要他们的时候不在，如果我们在这需要他们的话，他们就不会在。那记住，格陵兰还那一块管理混乱的冰原，你看他又把格陵兰提出来了。格陵兰的问题，你给我好好的想一想哈。对。那现在呢，美国官方怎么说？他说，我们美国未来会重新部署的这个军队，然后该地可能会涉嫌关闭或一些欧洲国家的美军基地，可能是什么？西班牙。西班牙这一次是不是不让美国来？他不让美国去停他的基地，甚至他说美国本来就不要去打伊朗，是，他是最反抗这一次的。好，那你这样的话，那我就不要啦。德国也是一样啊，对不对？就是你这一次反对，或是你没有站在我这边的，我就撤军。那你看，波兰、罗马尼亚、还有立陶宛、还有希腊，这些都是支持。你来，我让你停。好 ，OK。所以他们这些国家有可能就会变成是。这个所谓的，尤其是罗马尼亚就马上就说，你别来，我的火力来，他马上就让美国空军基地使用美国空军使用他的基地。对，所以你有支持我的，我未来可能会增加派兵到你这个地方啊。你没有来支持我的，西班牙、德国，我不会来啊。所以讲来，他就是有赏有罚。所以你要事实上，这个，你看北约那个。川普团队考虑惩处未支持伊朗战事的北约盟友，所以你今天没有帮忙我的话，我的8.4万名在这个欧洲的兵力，对，我要开始做调整了，是包括西班牙，包括德国，甚至包括可能是有法国，可能是有其他国家，我不爱啊，我就不要了。是你以后的安全关我什么事情？不关我的事啊！我没有退北约，但是我把基地跟人我直接撤走，是你的安全也没有了。对，所以你看，他就同时之间在对制裁那些不听话的小弟嘛。对，然后我会打我这么一巴掌，就这样一个状况。搞不好未来，你看未来如果通过荷姆斯海峡，你就乖乖交钱嘛。你看我就说他一定会在荷姆斯海峡这个收钱的可能性很高。为什么？因为我一收钱之后，谁倒霉？韩国，你韩国这次有没有来？哦，日本有没有来？哦，你中国有没有来？没来，我就给你收费嘛。你法国也没有来，我给你收费嘛。所以我才说，这都很有可能。所以才说，川普玩的是一个黑道的游戏，他绝对是用这个黑道手段逼你伊朗上谈判桌，而且他也会提出一个让伊朗无法拒绝的条件。体育老师，如果今天真的我们把川普形容跟黑道的朵一样，他今天动北约，很明显。你要不要加入我的阵营，加入我的帮派里面？如果你不要，那我们就要翻脸。而且你形容一个东西，我觉得很贴切，他根本就是什么？当黑道的老大把他的财报直接翻了出来之后，发现你北约没有贡献，你还吃我的。你想想看一件事情哦，我今天我黑道老大，我要打另外一个黑道的小老弟的时候，我要测看嘛，你对面的那个黑道老大会不会帮你小老弟？那就是中国有没有帮伊朗，对不对？对。那同时间我要转头看一看啊。我的小老弟有没有跟上啊？你没有看到说，我转头一看，完蛋了，北约这些国家没有跟上，
然后我叫这些国家来帮我，这些国家都讲嘛，啊，我不方便了，我怎么样之类，扭扭捏捏的。结果呢，川普呢就把财报一打开看，哎，不对啊。今天来讲的话，日本说要出钱的，对不对？对。那波湾国家说要出钱的，对不对？然后现在呢，北约呢竟然花我的钱，那花我的钱，你又不出兵，那你在干什么？那干脆我把什么，我保全全部撤回来。但是关键更不是在这里。我觉得川普是一招套一招，一招再套一招。你用了这个所谓的伊朗事实上我们看那个俄罗斯娃娃有没有？对。那个打开之后有一个娃娃，还有一个娃娃再打开之后还有一个娃娃，这代表什么事情？其实打伊朗打开之后原来我就可以测到北约国家对我不忠诚。北约国家对我不忠诚之后，我再打开之后呢，结果呢，这些国家今天我要开始刁他了。你看那个吕特但是北约秘书长他跑得很快，赶快去美国啊！之前叫他川普叫爸爸的啊，那现在他去来讲的话，今天川普给他脸色非常难看，对不对？好像在教训小孩子一样，因为他听到说完蛋了，这个美国要撤出北约了啊，当然了，有可能也会退出北约，但是事实上来讲，基本上要退出北约，还要国会这边来相关的同意。所以有一种做法就是什么，把军队怎么调出来，完全不驻扎在欧洲国家，这样就行了。所以欧洲国家是什么？其实是这一波的受害者，不是只有我们在讨论说中国可能是被刁的对象。但是事实上，欧洲国家也是要被刁的对象了。所以现在来讲的话，欧洲国家踹来弹之外呢，又发生一个事情。今天，川普他在他的 True Social 里面提到什么东西？格陵兰。格陵兰。其实说真的，你如果真的要我留下来的话，那你们这些国家自己瞧，跟丹麦瞧，你这边所有的欧洲国家去施压丹麦啊，你拜托你格陵兰就给他弄了好了，对不对？会不会到最后来讲的话，真的他的格陵兰梦就成真了？川普的局这么深啊！所以川普是一招卡一招，一招卡一招。我们讲说俄罗斯娃娃打到最后的那一颗娃娃，它就是格陵兰。所以今天来讲的话，这个川普来讲用计非常深。你看到他过往写过的书里面，他在谈判的过程当中，他一定是这边弄那边弄，这边弄那边弄，但是他最后的目的是什么？没有人知道。对，所以他今天如果把格陵兰跟北约这件事情整个套出来讲的话，那的代表意思是他背后有更深层的战略模式。川普今天是直接把底牌翻了出来，就是格陵兰。我要看你大家怎么做，不然我真的是要去撤军喽，我真的是要走喽。是啊，所以那北约大家国家一定会私底下讨论啊，为什么呢？7月初，7月7号、7月8号就要在土耳其安卡拉举行北约的高峰会了。对，你如果不出军费，那当然吕特告诉他说，我们各国都已经达到GDP 5%的国防预算了。但如果你有点这个诚意来讲的话，格陵兰嘛，对不对？所以你就拿出来，对，你就拿来跟我换嘛，对不对？所以这川普来讲的话，用伊朗也是撑起了另外一个跟欧洲自己的好朋友之间的这个对话筹码。那今天来讲的话，他不是只有修理北约，他还修理《纽约时报》。你像《纽约时报》，对，开玩笑，我今天川普在跟大家讲说，这个伊朗跟我谈了，他们有提出10点的这个和平协议，对不对？对。那10点和平协议呢，今天《纽约时报》把它写出来了但是呢，川普就大骂。这造假，为什么造假？你这10点协议根本就不是我们跟伊朗谈的东西，而你刻意的去把它编列出来。我们知道《纽约时报》、CNN 还有这些左派的相关的媒体，对川普本来就不利的。对，而且他们很多事情来讲的话，刻意的都会把它扭曲过来。所以，廷伟老师，我们今天看到一件事情是什么？是我们都知道，川普他一直在改变世界的秩序，是在上面，他变动的实在非常非常快。坦白讲，有反对派的媒体是一件很正常的事情，但你的逻辑不能够错。我们今天可以看到一篇是什么？就是《纽约时报》中文网，它里面说什么？这个标题，他说川普的战争正把伊朗变成一个世界的强国。我读到的时候，我想说，怎么会发生这样的事情？跟我们的认知差太多了。你对川普有意见，大家都没意见，因为本来来讲，很多人对川普的作为、他的做法或他的思考模式有意见。但问题是你也不能太夸张。为什么太夸张呢？像这一位这个 Robert Peck。他在这个《纽约时报》写的这篇文章来批判川普的时候，他竟然会论到什么东西？全世界除了中国、美国、俄国这3个国家之外，他认为因为伊朗可以控制荷姆兹海峡，所以他会成为全世界第4大的强权。拜托，如果按照你的这个逻辑来看的话，你想想看哦，《纽约时报》的这一个什么头版那个版面上面这一支伊朗国旗，你看到下面是谁当领导人吗？那个手是谁的手？你一个国家连一个领导人是谁都画不出来的情况之下，你竟然会说他是全世界第4大强权，这不是逻辑错乱吗？
所以你的被打整趴个都乱的情况之下，掉了。你这个国家的接班人，第一波、第二波、第三波、第四波，你看哪一个国家的那个领导人今天跳出来跟你讲说，一个没有国家领导人，也不知道他是谁的这个国家，竟然会成为全世界第4大的强权？在这《纽约时报》自己来讲的话，会不会回去检讨一下自己？这个写的这个人就是这个人，就是我们刚刚讲的这个所谓的安东尼·佩普。然后没有想到他就是把那个10点剖出来的人。难怪川普快气死了。是啊，但就意思是说，川普会说你《纽约时报》根本就是造假啊，你各位是传达一些错误的讯息。所以如果你单纯只是看这些左派的这些相关的这个媒体的话来讲的话，你就会误判川普的意志，而你也搞不清楚川普到底在搞什么。所以现在很多人说，不是因为美国的媒体怎么样，而是因为川普的步伐走太快了，所以呢，让美国的媒体跟不上。宇轩，我们看到这一次的战事里面。AI 占一个非常非常大的，而且我们看到很多什么黑科技。我们昨天才跟大家讲，幽灵低语，只要你有心跳，在远地方咚咚咚咚，我就能找到你。结果今天范斯他会跟我讲什么？他受访的时候跟大家讲说，我的武器箱里面还有哦，这法宝叫什么？叫做 EMP， 就所谓的电磁脉冲武器。不是，这太可怕，这也太多黑科技了吧？对，首先因为我们讲速度来得太快了。首先你看这是美国最近的，包括它的美股，我们刚才一直讲到大涨，结果没想到它的国防股呢大涨的幅度远远超过它的 S&P 500。那为什么会这样子呢？因为代表以前美国在省这种军事，比如说我想要发展一个科技，我要黑暗技，我要 EMP， 我可能要花多少10到15年，因为它要确认一件事情。完美无缺，国家的不断的验证、再验证，最后才可以让它上线。但现在变得是完全不一样，为什么？一大堆国防新创公司，包括比如说 Anduril 以及过去传统这些雷神的老的巨头，等于是你只要先研发出来，我先投到弹场去实测，而实测之后我发现有用之后，我就开始大规模量产。所以现在美国最大的改变在于，以前这种完美我不要了。我现在结合 AI， 我只要能够越快越好，天下武功唯快不破。只要快，我就生产上去，我就去战场上面打，打完之后我马上修正。难怪那么强。对，有用我就继续用，没有用我就马上把它换掉。比如说我们现在就讲几个最新的，你看这个叫什么呢？最近是不是刚出来一个叫做我们讲小龙虾 Open Cloud， 对不对？结果美国马上有一家公司叫做 Endrunner 干嘛？他说我出了一个叫做 War Cloud。战争龙虾开始利用了你所有的士兵里面，你可以把所有的战场的情势跟管控全部输入到里面，它可以立刻帮你进我们讲第一时间的分析跟利用，所有的报表 Excel、Word 等等的，它都可以帮你 run 这个 routine。还有什么呢？比如说我们讲最近大家很喜欢流行讲说所谓的水下无人舰艇，但是你没有看过，这叫做水下的大型。类似航空母舰的东西，什么意思？水下航母。对，你知道为什么叫水下航母吗？因为它是第一个，它是无人的哦。对，它的 Dive XL， 你知道什么 XL 吗？特别大就很大啊。那为什么 XL 里面呢？首先它的航程距离大概有3700公里，而且呢，它可以保持在水面下呢将近快要100个小时的这种潜航时间。再来，它的内部装载了无数的一个叫做 Copperhead 是什么？水下的这种 AUV， 也就是无人的舰艇、无人的载具，所以它可以一个。放大50-60个出来，所以 XL 这属于 XL 里面大，它里面有50-60个小的，对，要开战的时候就冲出去了。对，水下版的女武神。再来，它还有一个叫做 Seabed 是什么呢？侦察机器人。换言之，它一台 XL。它可以派出数以百计的这种无人舰艇、无人潜艇的，开始大规模的、长时间的在那边运行。所以你想想看，这个会完全改变过去的战争跟想定。比如说，我们就举一个例子为例，大家都知道乌俄战争最近也还持续在开打当中，大家把焦点放在伊朗，但却忘了乌俄战争出现了一个很惊悚的一幕。这个是什么？这个是呢一个叫做孔卡桥的地方，那这个孔卡桥呢，就是提供俄罗斯都会行经这个孔卡桥来去轰炸所谓的赫尔松这个区域。结果没有想到出现一个奇景，这个孔卡桥过去乌克兰多次想要把它打下来，用什么？用海马斯。对，台湾现在最骄傲的海马斯系统打风暴之影打，然后各式各样海马斯陆军战斗导弹打，你知道怎么样吗？打不动，没用，这么坚固。对，你看刚才那个桥面上我们讲的零零碎碎的，结果你看突然间。发生一个大爆炸，有没有看到？那个都是弹孔哦。对。然后原本打都没有用哦，那为什么今天突然爆炸了呢？我跟你讲，因为乌克兰想出一个奇招，他用什么奇招呢？他用无人机。你很难想象哦，暴风之影打不动的无人机，竟然把刀打动。海马是没办法打得动的，无人机过去
就把桥给炸了。你知道他怎么炸了吗？我跟你讲，俄罗斯出大包了，因为原本他们不断去打这个桥，都不知道说它的脆弱点到底在哪里，所以你炸表面的对它根本就没有作用。结果没有想到有一个俄罗斯士兵哦，一个傻子，然后这边去拍那个桥的照片，结果被乌克兰一看说，哦，拍了之后我才知道。原来你的弱点在这，原来你的脆弱点在桥下，原来你的脆弱点在哪里？所以他把它分析之后呢，开始干嘛？来叫无人机出来，但也不是你想的无人机，你知道它叫什么吗？英国的无人机 T150，这个叫做商用无人机造的。呀，你是说这个商用无人机是负责去载东西的？对，它没办法去打仗的。对，那它怎么炸的？它载货的，它最多可以载180公斤。你看，它就长这样子，笨笨拙拙的。就是这个就是这个，而且还可以把人给载着的。对啊，它是运输机啊，它根本不是攻击的啊。他们就想到一个方法，我们分2个月60天，然后呢分批次，把什么呢？把炸药开始一批一批载过去，一批一批载过去，然后呢先安装在这个点，先安装在这个点，所以它总共出了30趟任务，30趟挂载任务，它是慢慢的，我先挂在这边，我先把炸药挂在这边，然后呢他们总计你知道运了多少吗？1500公斤。1.5吨的炸药，把它分别部署在这个孔卡桥的下方桥墩底下脆弱点之后，然后在远端遥控一次性的把它引爆，所以它最后面搞了。所以我们刚刚才会看到，在那个有这种弹坑的这个桥上面，突然一瞬间，砰，什么都没了。对，所以你再仔细看这支画面，你会发现跟什么很像？跟那种大楼建筑要爆破的时候有没有？那时候拆大楼就是这样拆，原来是一次性的。对，他神不知鬼不觉，60天里面运送了30趟，然后最后把1.5吨炸药，然后用这个运输机哦，也不是攻击机哦，把它装上去之后，一次性把它毁灭掉。这造成我们讲战略性以及结构性上，我们讲一个很大的改变跟一个变化。所以你想想看哦，在这个战场里面，我们不要讲说只有是这个运输机，其实也有这种以小博大的案例。比如说乌克兰哦，我们可以同样讲到乌俄战场。它通过所谓 FP1， 你知道 FP1 是什么吗？它是那种最廉价的、最一般的、很普通的无人机，一样把它们呢号称可以对标中国灵动54A， 这是最强的这种驱逐舰主力舰队哦。它的甲板撞击下去，同样把它摧毁。而现在甚至连美国有一些新创公司，你刚才看到的画面的是什么？等于说它有49架无人机，它透过 AI 辨识的方式，一次性的把它所有的光谱给侦测到，然后瞬间像蚊子一样。通通它落下来，通通落下来。所以你想想看哦，未来的战争哦，在这个科技日新月异的状况，恐怕会跟你的想象完全不同。宏观取材，厘清真相，犀利精准，深入剖析，时刻掌握关键，新闻时事不漏接。老时段，新气象，我是钟浩和，关键时刻2.0，全新出击。